大家好，我是周弟，今天来探讨钱币市场一直以来出现的问题——假币。外行人假币受骗。大家知道啊，假币一直在钱币市场存在着，古代就有了清朝的人啊仿明朝的币，民国时期啊也仿冒清朝的龙洋，甚至啊当时也有人仿冒当时正在流通的现行币哦。很多人说啊，他爷爷奶奶70年、80年前家传留下来是不可能假的。我们试想一下，从小就看着家里一个宝盒，爷爷奶奶说这个是家里救命之财啊，没什么事一定要传承下去啊，每天就想着啊，家里缺钱了，至少有这些古代货币可以保命。有一天拿去钱币市场一问啊，这肯定是接受不了的事实啊，这关系到2代人的信用问题，对吧？钱币市场也称这一类人还在睡，叫不醒之人等等，甚至很多人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一些珍稀钱币，自认为捡到宝了。这个上当受骗真的是要怪自己贪小便宜啦，也是主动型上当受骗。还有一个骗术啊，就是比方挖地盖房嘛，要打地基时，真挖到底下的钱币啊，如果有挖到，建设公司就自己搬走，独享这笔财富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去买一些假币放进去，再埋起来。隔天就当着众人的面前啊，用怪手把一箱箱的假币挖出来。现场亲眼看到的人们啊，肯定认为是真的，直接掏钱想买，或者根本就没挖到什么过，直接拿假币埋进去当作出土的文物啊。或是拆房时啊，在古代的建筑物的柱子里啊，常常会发现宝藏。古代人自家的宝藏没地方藏嘛，不是埋在地上，就是藏在柱子里。你就能确定哪些不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吗？通常这些骗术啊，都发生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啦，看准了可能当地人比较少接触社会，然后比较容易上当受骗吧。骗术其实还有很多啊，或者是假装破产啊，被逼到走投无路之类的。反正真正的影帝啊，在民间啊。我自从做了币场那些事的影片后啊，每天都有很多人给我发私讯，当然给我发的钱币图片有真有假的。有一位啊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说：周弟，感谢您分享的影片，一路来都是看你的影片学到很多钱币知识，我也入手了许多钱币。钱币一发过来啊，我一看就觉得怪怪的。我印象反正是一枚半元的银元，我就问他多少钱买的，他说150元。我当时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劝奉他说啊，这么低的价不可能买到真的啦，因为那枚币市价随便也是1000以上。他就一直问我啊，难道我这枚是假的？我很为难啊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回了。依照照片看上去啊，是的，是假的。你们问我真假，我一般不太会直接回假的，就怕有些人不太能接受自己的钱币是假的嘛。如果对方说不可能假的，那我可能就会回，可能你拍的不好，灯光调一下就没事了，给自己留个后路嘛。过一阵子，这个朋友又找上我了，经过周弟上次的教导，我又买了一枚币。我当时感觉到浑身不对劲啊，回他发来看看吧，发了一个袁世凯共和银币。他说这枚币品相稍微好一点，我花了500元才买到。我当时才见识到，原来假币还有分不同的品种，有不同的价位，不是应该是低仿币一个价，高仿币一个价吗？稀少一点的品种也能卖贵一点点，直接打开眼界。我第一次知道假币里面还有分品种，以上其实都不是属于钱币界里面的事，顶多大家在收藏界里面听到笑一下，当个故事讲讲。因为这些假币是一眼假，就像在玩具店里面看到的钱币玩具一样。假币通常是出自于外行之手，外行人骗外行人啊，完全不会影响钱币市场，顶多就是让一些外行人对钱币收藏感到恐惧。最难唤醒的人就是装睡的人，他自己不想醒来就不敢面对。再来是同行人假币受骗，钱币圈里的假币啊，反而杀伤力比较大，通常都是专门造假的人拿去商家里面测试老板收不收，比较会拿给不是专门领域的老板们看，比方假银元拿去测试玩纸币的老板，假纸币卖给专门做银元的老板，或是卖给做古董的银楼啊，其他类似的行业，所以才逼得让其他行业里也要学点银元知识啊，不然很容易就受骗了。也有一种啊，直接面对面的对决。
假银元直接卖给做银元的币商。通常这类假币就是高仿，他们就是一家一家去试，看看有没有老板走眼了，可能当时一忙一走眼就上当了，导致很多玩银元的老板啊眼光不够好，也只敢买鉴定币啊。鉴定公司假币受骗，刚刚说到很多币商只敢买鉴定过的鉴定币，也代表市场认可鉴定币嘛，所以一旦假币也入鉴定盒，那么杀伤力肯定很大。所以现在造假者的目标啊，已经转移到鉴定公司上了。最厉害的高仿币啊，以前我的影片也有说到，是用一枚真的币复制一个假的模具，再压印出一枚假币，所以才会产生一些所谓的铜模伤痕。只要发现两枚币有着一模一样的伤痕啊，那肯定是假的，被克隆出来的币。也有1/1000的机会啦，是假币的母币，也就是当时拿来造假的真币啦。但是就算是啊，人们也已经不认这枚母币了。况且经过翻模后啊，这枚真币已经不成人样了，应该说不成币样。所以造假者也有很大的成本，一定要先购得一枚真币，而且品相越好的银元啊，造出来的假币细节上比较少破绽。我以前也讲过，通常前面10枚的假币杀伤力都比较大，后面压出来的一看都能看出来，就会当低仿假币卖给了地摊老板。这里我推算出3点：第一，现在钱币市场的价格啊也不便宜了，很多品种只要是 MS63 以上的品相都很贵，造假者成本过高啊，已经无法取得比较好的利润了。第二就是前10枚的高仿假币也就只有10枚，送同一家鉴定公司啊，不可能超过2枚啦，不然铜模商就会直接被识破。也就是说，这10枚高仿币啊，会分10家不同的鉴定公司去送评。不能否认啊，搞不好能骗过几家的鉴定公司啊，甚至龙头鉴定公司也难免走眼。第三就是鉴定周期啊，也越来越久了，导致这些假币工厂啊开始没有利润了，成本又高，鉴定周期又长，资金回收啊又慢，所以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。就是假币入盒这么多，会不会影响钱币市场的制度价格？假币制作的水准啊，也提升这么多年了。龙头鉴定公司的假币入盒啊，确实都有很多人发帖啊，照片上也确实有很多铜模商。就刚刚推测的这几点困难度来讲啊，现实面就是假币入盒没有那个量，而且现在大家看的是钱币的状态，通常假币的状态都比较差，卖出去的价格也不会太高，反正肯定是高不过原先拿来造假的母币了。大部分的人认可的钱币鉴定公司也就那2家，一枚假币要在 PCGS、NGC 同时都能入盒有分的话，才能受益，这个几率实在是太小了。所以就算真的有被做出来能骗过所有专家的眼睛的假币又入盒了，那就算当真的卖，那也就变真的了。试想一下，比方随便拿大头9年的鉴定数量是44000多枚，这数字当然只包括有出分的。依照今天讲的困难度来说的话，大家觉得里面应该会有几枚假币入盒？如果很少的话，就当真的在市场买卖，可能也不会影响太大了。不知道看完这期的影片，你是更放心呢，还是直接退坑？今天只是针对问题与大家探讨问题了。将来该如何防范假币呢？我觉得假币入批盒啊，问题不是最大的。我推算造假者现在反而会把目光放在比较有量的银元，就是一些小豪子，过去感觉送评都浪费鉴定费的币，但是这些钱币现在价格也涨上去了，造假者的投资成本暂时也不高，所以一些比较便宜的币，将来还是要注意一下了，不要认为便宜的币不可能有假的。第二是一些内行人比较没听过的鉴定公司啊，这些鉴定公司目标也不是针对内行人啊，反而是外行人。我也是透过一些粉丝给我私讯，才发现怎么有一些没听过的鉴定公司专门评级假币入盒的状况，所以外行人就认为钱币只要封在亚克力盒里面就是被鉴定过的，所以没听过的鉴定公司大家要多问一下。好的，假币议题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了哦，感谢大家多多利用。